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明明我们每天都那么努力，把家里照顾得妥妥当当，照顾长辈，工作上也尽心尽力，只为了让身边的人过得更好。可是生活里总会出现一些让人委屈的时刻，总有那么几个人躲在背后对我们指指点点，说一些很难听的话。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一定很难受，觉得这世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我们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承受这些冷言冷语？于是我们可能会想跑过去跟他们解释，想证明自己的清白。结果却发现，我们越是认真的解释，他们反而越高兴，甚至还会在背后笑我们肯定是心虚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深扒这背后的生命真相，看看如何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大家试着想象一下，我们活了这么漫长的岁月，见过哪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会跑去跟路边的垃圾堆生气吵架的吗？绝对没有，对不对？那些整天不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只喜欢聚在一起嚼舌根的人，他们的内心其实充满了匮乏与不安，就像是一个散发着负能量的垃圾堆。如果我们因为他们的一句闲言闲语就气得跑去争论，那就像是我们主动走进了那个垃圾堆里，然后对旁边的苍蝇大喊：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很干净。我们一开口跟他们争辩，反而沾染了他们身上的气息，弄脏了自己辛辛苦苦修来的福气。请大家一定要提醒自己，真正干净善良的人是绝对不需要在垃圾堆里面去证明自己有多干净的。就像我们好不容易把家里几十年的老旧木柜或神坛打磨上漆，清掉了厚厚的灰尘，怎么可能又故意把它丢到泥巴里呢？那些人为什么要这样伤害你？其实他们要的根本不是真相，他们只是想看到你生气，想拉着你一起掉进泥巴里。只要你一动怒，仿佛就满足了他们内心的空洞。这就是人性里让人无奈的一面，但我们绝对可以选择不配合。日莲佛法对这种人性有非常透彻的解释。佛法说，人生在世，总会遇到8种动摇我们内心的外在考验，这个概念叫做8风。这8阵风分别是利与衰，也就是得到利益与失去利益；誉与毁，也就是背后的称赞与背后的毁谤；称与讥，意思是当面的恭维与当面的嘲笑；最后是苦与乐，代表遭遇灾难与身心快乐。大家仔细想想，我们是不是常常被这8阵风吹得晕头转向？别人随便一句嘲笑或者背后的闲话，我们就气得好几天睡不着觉。当我们每天认认真真的过日子，在人世间善良修行的时候，难免就会遇到别人的毁与讥，在佛法里这被称作3障4魔。其实这些流言蜚语并不是因为你不好，它就是生命里必然会出现的魔障。这些魔障最怕你过得好，最怕你充满快乐，所以他们试图来扰乱你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平静，想看你难过。那为什么那些人喜欢嘲笑别人呢？日莲佛法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十戒，也就是我们生命的10种境界。那些整天嫉妒别人、喜欢嚼舌根的人，他们的生命往往停留在修罗界。修罗界的特征就是总爱跟别人比较，看不得别人好，内心充满了斗争与嫉妒。当我们被他们激怒，跑去跟他们对骂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境界瞬间也会跟着掉进修罗界，甚至掉进痛苦不堪的地狱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吵完架之后，心里会觉得超级累，因为我们的生命能量被消耗光了。日本宗教家池田大作先生曾经说过，只要我们的心不被破坏，我们就能跨越一切。他还说，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活。日莲大圣人也说过，贤者不为8风所动。也就是说，真正看透世事的聪明人会坚定地守护自己的心，绝对不会被这些莫名其妙的风暴给吹倒。不管别人是称赞我们还是嘲笑我们，我们都要保持内心的平静，不骄傲也不气馁。日莲佛法教导我们，要改变这种容易被外界影响的体质，就必须进行人间革命，把生命的境界不断往上提升。透过每天认真的唱题，也就是念诵南无妙法莲华经，我们就能把生命里最尊贵的佛界涌现出来。这就像是启动了生命的净化器，把那些负面的宿业跟情绪通通洗干净。这也就是佛法中所说的宿命转换。我们来做个比喻，当一只老鹰在万丈高空自在翱翔的时候，地面上的鸡群看见了，可能会在下面叽叽喳喳叫不停。
大家觉得老鹰会特地飞下来，停在旁边跟那群鸡生气互骂吗？这绝对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鸡只在乎地上的小虫子，而老鹰的眼里是整片广阔的天空。当我们的生命提升到菩萨界或者佛界的时候，我们的眼界就跟这只老鹰一样。山下那些曾经让你流泪的闲言闲语，听起来就像是蚂蚁在打架一样，根本无法伤害你分毫。那时候你听见的只会是耳边清朗又自在的微风。所以，如果你现在心里还因为别人的哪句话觉得委屈，请深呼吸，把心放宽，把这一切当作是转换宿命的好机会。我们宝贵的人生绝对不能浪费在别人的恶意上，随他们去说吧，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就轻轻放下。人生走到现在，没有什么比我们的身心健康更重要的财富了。把心放宽了，烦恼没了，身体自然就跟着好起来。希望今天这番话语能让大家心里觉得舒坦一些，每天都要吃得下睡得着，无病无痛，平平安安的过每一天。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能带来一点帮助，欢迎分享给身边可能正在委屈难过的好朋友们，大家一起把心放宽，过好我们清静自在的岁月。我们下次见。Yeah.